首先呢，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这幅作品的构图啊，构图。我们今天画这张纸啊，是136乘以35的，就是这里到这里的长度是136啊，136厘米啊，宽度为35啊，这个呢是一个调频的作品啊。那么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布局，因为它总的来说有需要，它一共有哪几个元素啊？这个作品里边，第一个元素是桃子，第二个元素呢是一个青花瓷的青花的水壶。一个青花水壶，两个青花的茶盏啊，两个青花茶盏。左边一个青铜壶，青铜壶啊，右边一个青铜鼎啊，然后在它们俩之间有一个冰裂的花瓶。6. 花瓶上面，花瓶中插有绿牡丹，花瓶中插有绿牡丹。7. 壶里插有红珊瑚啊，壶里边，所以它一共是有7个元素来完成啊。因为在这么小的一个作品里边，这么多元素，其实要把它放在一起还是比较拥挤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讲一下布局啊，布局一般情况下，采用对折。先对折一下啊，好，出一条线，然后再对折，基本上就是对折再对折。它就会把它分为4块，它会是4块，你看，4块均等的啊，均等的。那我们这边呢，总的来说就是1个元素、2个元素、3个元素、4个元素，它其实也就是4个元素加一个牡丹的单独，它一共是5个元素。这些它都是小盏呐、小珊瑚这些，它都比较小的啊，比较小，所以说暂且呢不记在里边。它就总的大的来说是青花水壶一个，青铜壶一个，青铜鼎一个，冰裂的花瓶一个，这几个元素加一起啊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，差不多就是5个元素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，我们在下面呢还有个桃子啊，桃子在上面，桃子第一画要注意按顺序画出第一元素，第一元素是个桃子，桃子画哪里？画在这个地方，你看画面，把它再对折一次，再对折一次，这条线我用绿色标记。就是在画面的最后一格，你再对折一次，对折出一条线。我们在这条线上画出个桃子，大概的距离是多少？我们可以量一下。桃子的边边底部到我们这里大概是10厘米、11厘米，差不多啊，10厘米、11厘米。好，这边呢是1厘米，距离左侧这个地方啊是24，这个地方是24厘米，这个地方呢？这个距离呢是11厘米，这边是1厘米。那好，我们来找位置，特别好找。这个桃子肯定是，你看它其实大概的意思呢，就是
左边这一边空的比较的多，右边你看，哎，基本都在右边。你看这儿一个桃子，其实画在中间就对了。你看一个、两个桃子啊，就找到位置了啊。这个你看这样的位置就找到了，这个位置画在这一边。那么这个桃子画多大啊？我们看一下直径，它的直径大概是8厘米啊，8厘米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桃子的大小，它这一段是8厘米的啊，8厘米。所以说，第一个桃子位置要取对，位置一定要取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画什么呀？画这个青花瓷的水壶啊，青花瓷水壶。那么青花瓷水壶啊，为了让你这个它的上下有一个衔接呀，其实你看中间折了一条线，它在这个地方，你看它有一部分茶壶盖是画在我们横过来的，就是这一格的上面一点点，最后一根线上面一点点。好，把它在这儿画上去啊，注意我们的构图。好，把茶壶你看大概的画一个方位，上面超过去一点点。好，柄、壶嘴儿、盖儿，对吧？这样你看一个茶壶的布局就出来了。我们来量一下茶壶大概是多高多宽啊。这个茶壶你看从上到下一共是20厘米，高20厘米，宽呢从茶嘴儿啊到这个地方大概是18厘米啊，茶嘴儿一直到这个茶柄呢也是有20厘米的。好，我们来写一下它的这个距离是20，从茶嘴儿到茶柄也有20啊。那么中间差不多呀，中间这一段，中间它的身体这一段大概是17厘米啊，中间这一小段为17，竖和横你看去掉茶嘴儿，去掉把手，它就只有17厘米啊，就是这一段是17厘米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在它的茶壶的口子上呀，穿插2个小茶杯啊，小茶杯。茶杯的这个口径呢是5厘米啊，茶杯的口径是4厘米，4厘米，2个小茶杯叠在一起，它是叠到你看茶壶口的这个位置上去，就放到这个你看茶壶口，你看这个位置上。好，靠近一点，2个小茶杯。然后接下来画什么呀？我们的一定按顺序画，按照我这个桃子、茶壶、茶杯的顺序啊，一个一个往后画。接下来画什么？我们来画一下青铜鼎啊，青铜鼎。你看这个铜鼎我们基本上就站到这个地方去，大概1格左右，站到这个的位置。那么我们看铜鼎它的长度，它的宽度是多少？宽度呢，差不多也是19、20，差不多了，有20厘米。高度不算脚的话呢是15厘米啊，不算下面的腿是15厘米，算上腿的话大概是23。那么这个腿大概是7厘米啊，7厘米，这个腿是7厘米。好，咱们把它给位置定上去啊，一定要定位置。好，这个地方啊，你看画一个青铜鼎，大概这个腿是7厘米啊，7厘米，这样呢19厘米也差不多20了，那左右2个腿差不多对称就行，对吧？你看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，这个鼎啊一定要什么呀？19厘米啊，一定要跟它接触到啊，遮挡起来，要有一个穿插关系在里边啊。但是呢，这个鼎你看它没有过第几个啊？这根线它是没有过的，它在里边，它在里边基本没有动。然后我们来量一下我们这个壶的长度，这个壶是比较高的啊，比较高的。从最上面这个口径开始量。
一直到下边，它的单长度大概是55厘米啊，55厘米，55啊，55厘米，就这个弧的高度。这个弧它基本上最宽的地方是10厘米，最宽的地方是10厘米，就这个弧，那这个口这儿，那个地方差不多是10厘米。好，我们来把这个弧的位置给它定上。因为这个弧是55厘米差不多，所以它比较高，它基本上你看它已经占领到上面这个格子区，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啊是10厘米，那么剩下的可以自由发挥，中间收起来一点啊，你看怎么样的都可以，你看。好，可以往这边过来一点，但是呢，一定要靠近哪边？靠近左边啊。它的整体长度为55厘米，是比较高的。那最后呢，画出我们这个罐子，就是你在画罐子以前，基本上你中间需要多空点，因为我们的整一个上面这一个基本上都要留着干嘛？留着画花头的，因为你再往上顶死了。所以说我们在布局的时候，你看这个罐子在这条线以下。只需要比它高，但是要比这个线要低，就是要比弧要高，但是呢，要比这条红色线要低一点点。你看，在这里画出一个罐子，好，稍微小一点点，不要太大。这个罐子的高度是多少啊？我们量一下，罐子的高度是27厘米啊，27。要从最上面一直往下量到这里，你看20、26、27差不多了。宽多少？宽最宽的地方是19，宽最宽的地方是19，也就是说宽19，高27厘米的一个罐子。那你看下面这一些啊，台子可自由发挥，甚至你说你不要也可以啊，可自由发挥，因为它是可以穿插的，包括这些凳子啊，你看，随着你的这个台子大小来决定，你看可以遮挡一下的啊，你看可以遮挡起来的这些凳子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遮挡的，主要是把重要的部位呢位置给它找对了啊。它是高是27，这个27包括什么？包括这个地方，这个弧线的啊这一圈。这一圈大概有3到4厘米差不多，所以它的整体的只是看平面的瓶身，大概就是23厘米就够了。整体平面的瓶身呢，就是这个，它不包括啊，不包括这个地方，这瓶不是这样子吗？不包括这个高度，不包括，就是这一段到这一段是23，那么这一边是4，加一起一共是27啊，加起一共是27。那基本上你看这些位置就摆好了，摆好以后，你看这个花头大小确定下来。不要太高，稍微啊，你看，取一点点，因为上面咱们得留着写字儿。这个花头的宽度是多少？我们看一下啊，花头大小看一下，这个花头也有20、23厘米，22、23差不多。它的宽度呢是18。宽度是18厘米，找位置啊，这是23，宽度呢为18，把这个位置找对以后，你看，靠近右边啊，那基本上你看我们开始画了啊，穿插一下简单的就可以了。那这样呢，这就是我们的一张构图啊，我们在整体的一个布局上面，一定要把位置找对，要把它给分割清楚，就是每一个位置要分割清楚，要交代顺序，交代清楚。那么再看一下啊，第一步需要画什么？第一步画桃子，然后是水壶、茶杯、青铜鼎、壶、瓶子，然后这些桌子啊，这个架子、桌子，最后画花。我们呀，在这张啊4尺调平的下面这个地方呀，画出一个小叶子啊，藤黄加点3绿，微微发绿，再蘸点花青。
笔尖呢蘸一点点胭脂啊，笔尖蘸一点点胭脂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叶子画一下，画到这个地方。笔尖这个小叶儿可以小点，你看像这点一下，按下来，边点边压，向下一翻，啊，稍微小一点。这边也是一样，你看，哎，边点，你看，哎，边躺，画出一片小叶。另外一边，你看，哎，长一个小枝，持续的加胭脂，你看朝这边。细一点，然后朝这个上面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哎，笔尖点折，向下翻，这样的啊，这样一片小叶子就出来了，小叶子出来，蘸一点点我们的墨汁，蘸一点点。稍微弄一点点墨汁，你看在这儿，笔尖点一下，向上一按，加出个果蒂啊，果蒂。拿出平时我们画花头的毛笔啊，画一个桃子。你看藤黄和这个三绿花青都在这儿，笔尖呢蘸的是我们的曙红。曙红啊，加点胭脂，毛笔清洗一下，蘸藤黄、三绿加花青，藤黄、三绿加花青，颜色薄一点，但是要吸收的比较充分啊。颜色要薄，但是要吸收的比较充分一点。好，蘸一下什么？蘸一下我们的曙红，拍一拍。笔尖蘸点胭脂。比较重要就是什么？我们画这个桃子的时候，你要采用这种按压的方式。比如说，你看这个桃，它的一个半圆形啊，大概在这个地方。桃子呢，不要画太大啊。你看它是。笔尖点的这个地方去压它的，你看，点，按进去。好，慢慢你看这边给它圆起来，到下面的地方只要按，只需要往下按，但是呢，你不要整个刮，你看，轻轻的，你看顺下来，啊，顺一块，再蘸点绿色，蘸点我们的曙红，蘸点胭脂。注意，你看这个桃，它你看有长有短，点一下下，按，慢慢的给它弯过来，对吧？向下加一个小小的，向里边加一半啊。另外一边，你看。再压一下，好，把这小桃呢，你看给它加上去，啊，蘸一点曙红，你看反过来朝这个地方，你看再添一点，压一下。好，一个桃子就画出来了啊。然后呢，蘸点我们的曙红，蘸点胭脂，去点一点啊，点啊，你看点在上面，点一点这个小点点啊，不要太多，点一点小点点就可以了。这样你看，我们这样一个小桃啊，就画好了。桃子啊，画在这边，
旁边呢再蘸一点我们的这个，加一个小栀子啊，蘸一点墨汁，比较干的啊，画一个小汁儿，对吧？加个小栀子，藤黄3粒，你看加点胭脂，你看。在这边，你看再加一只桃子啊，你看笔触呢，向这个地方点，按进来，哎，向旁边按一下，向里边划一笔啊，划一笔。这边你看，哎，点住向外推动一笔，好，点一下。这样呢，我们啊2只桃子就画好了，因为它那个是藏在后面嘛，所以就不是特别的粉。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啊。接下来呢啊，我们可以简单的起一个稿啊，在上面呢画一个水壶啊，水壶。清供图的话，主要把它搭配的啊丰富一点就可以了。基本上这种情况的话，都是先画壶嘴的。可以先起一个草图。点，你看左边一个小方块，右边一个方块，稍微细一点。点向内，稍微细细的画下来。叠一下下，然后你看整一块。一定要学会笔走中锋啊！两边衔接一下，另外一边你看点。上面凸起个小球，然后整一个盖起来，这样呢就是一个小壶。所以这个壶呀还是好画的，大家可以先起一个草图。对吧？一个小壶就画出来了。画完壶之后先不着急的，我们一会儿
整一个全部画完之后，位置布局全部定格好之后呢，我们再反过来染色啊，染色。这个壶我画的是青花瓷的壶啊，青花瓷的壶，就在这小壶边上，你可以画2个水杯啊，画2个小杯子呀，对吧？杯子呢就比较的简单啊，比较简单。注意一下，杯子要注意什么？高低不平的啊，高低大小区分出来。你看我在这个旁边这个地方点拉长，画一个括号，画一个小小的括号，对吧？你看往上弯起的一个小括号，然后你看这边从外过来，其实就是说明呢有一部分被遮挡住了，有一部分是被遮挡住的啊。下面呢，你看顺着这个里边啊，你看啊，点向内给它折起来，这个地方也是向这个地方下来，哎，对吧？一个折起来的一个小杯儿啊，小杯子就有了。下面呢，你看给它托起来一点点，一个小杯子。这是一个啊，可以再来一个，2个杯子叠在一起啊。对吧？2只杯子啊，2只杯子就画好了。杯子画好以后，你看我们顺着它的周边啊，加出其他的一些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它画的就是一个我们的杯子，画完杯子之后，我们去加一些蓝色的青花啊，青花加它的周边。青花呢，我使用的是钛青蓝和花青去画的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在这个壶旁边画一些花纹出来，画一些花纹。你看，首先蘸的是3青。多来一点，蘸一点的花青，3青加花青调钛青蓝啊，3青加钛青蓝，调出这个浅蓝色。调的比较平啊，尽量不要一会儿出现这种深的浅的情况，比较平一点。好，首先呢，我在这个外面加一圈线。对吧？慢慢往上叠，加一条线给它确定下来。然后呢，加花纹啊，这个花纹怎么加？你看，从中间这个地方点一个点，向两边去打弯儿，点。花纹往上去填啊，你看都是一样。因为它是有透视关系的，卷一个这个啊，你看向上，向上加一点啊，小花纹。下面这个地方啊，你看，卷一个圈。
对吧？加一小圈，这样呢，我们的这个啊，你看青花瓷的花纹，你看往上点一点，左右两边加一下，让这个下面呢看得更完整一点，对吧？这样一个青花啊，花纹又有了。再来一点啊，把它整一块的这个青花的花纹给它加上去。下面加一条金颜色比较深，对吧？这条线的颜色比较重啊，比较重一点。然后你看加一些这种缠枝的花纹啊，它是怎么缠？你看朝这一边绕，哎，平着的。左边一下，你看给它这样弯过来，好，在这边。把它所有的花纹都给填出来啊。当然，如果大家啊，你有比如说别的啊这种好看的花纹也可以。你看这个地方，处理的比较自然一点那块的花纹。对吧？你看这边又加出一圈花纹啊，加稍微你看整齐一点点，调整一下。加一条蓝色金在那边，加这个茶壶把手这儿，加这儿。加到这儿啊，一个蓝色的。剩下你看在这个中间这里啊，加一朵啊，你看一个蓝色的花。中间可以加大一点啊，来个并蒂的啊。一半一半的给它分开，中间你看要留点空。留完空之后，所有的蓝色全部盖起来。中间一定要留条线，这边呢也是一样，留条线。
简单的给它加一下就好了。画一些这种，你看蓝色的花纹出来。旁边这里呢，你看再加一朵啊，你看，首先是里边的一个什么弧线花瓣，然后呢，你看分开。把每一块这种块面的地方给它填起来啊，这种白线留下来。块面遮挡起来，留出白线位置。多放一点水分画就行了。上面有一半，你看花瓣朝上的。把这个花给它啊也给盖起来。中间这条白线一定要留出来啊！务必要把中间这条白线给它留出来。好了啊，对吧？这样的整个这个花纹就有了。这时候摘点我们的花青，摘点墨汁，对吧？整个就调整一下，细一点，轻轻的往上打勾，这边点一下弯进来，打点勾会比较好看。你看这个地方弯一下。所有的花都是可以变化的，带变化的。你看这个地方。
剩下的呢，这样一个比较深色的一条线压在下面。莲花的方式去排列，中间留一条空，中间留一条小空。这样你看，我们一个茶壶就出来了。茶杯这里呢，简单的修饰一下。加两条线就行了啊。这样你看，我们青花瓷的杯子就画好了。